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因为之前有好朋友在那个影片底下留言说想要看一下全麦馒头的操作，那坦白讲我也没操作过。那今天就去那个烘焙专卖店买了一包这个水手牌的全麦面粉，那我们就试着来操作。那在操作之前，欢迎你帮我按订阅、分享，再按赞哦。那我们换个位置来操作吧。好，我们现在边介绍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材料，然后边操作。这里是500公克的全麦面粉，那这个是5克的发酵粉，我们把它倒进来，然后再加上这个20克的砂糖，那我们把它用筷子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再来，这个是260cc 的水，因为我们第一次操作，坦白讲，到底要加多少水的比例，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先试着用中筋面粉的260cc 来操作。如果真的不够的话，我们再加一点水下来。好，我们先用260cc 的水。我们把它搅拌成大面絮状。好，现在细粉感觉也是很少，几乎没有细粉，没有，就是说没有沾到水的粉。那我们把筷子先拨干净，然后用手来按压。你在按压的同时你会感觉到，你的手上有微微的湿，那也许我们今天的水分这样是够的。好，我们把它先倒出来，在工作案板上面操作。好，那我们的搓揉时间一样是抓8分钟。好，这感觉非常的硬。那我们适时的加一点水下来好了。以现在的现象来看，应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加到270cc 的水，应该会比较刚好一点。各位可以发现这个面团还是偏硬哈。那如果你在操作的时候建议你的水量从260增加到差不多280，会比较合适一点点。那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经过一次发酵，让它变软了以后再来做，也是应该是 OK 的。虽然现在的面团没有办法操作的非常光滑，但是我们只要把它混合均匀，原则上是还 OK 的。好，经过8分钟左右的搓揉，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可以感觉到有点偏干。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盆里，等待它做一次发酵。那今天的温度是30.6度那原则上应该是在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Hello， 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2倍大了，那我们准备把它取出来。首先一样在工作案板上面把它抹一层粉，那我们把它取出来。那我们开始来做排气的动作。那排气的动作一样是做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的面团有比较干一点那所以刚才有讲说建议各位在操作的时候水可以加到280cc， 那我们刚才用的是差不多在270cc 左右。我们是先用260，然后再加了差不多10cc 的水目前是算偏干的，应该是它的全麦面粉它本身有一些麸皮存在还不像我们一般的中筋面粉这样子，所以它稍微偏硬了一点点好，经过5分钟左右的搓揉，我们的排气动作已经完成了。好，我们把它稍微整形一下。好，然后在工作案板上面稍微抹一层粉，薄薄的一层粉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擀平。如果你这个时候比较难擀平，比较硬啊，你可以稍微静置一下哈。好，我们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开始把它卷哈，由外往内卷，我把它卷实。好，然后再来由内往外把它搓开哈，手慢慢的向两侧，把它搓成长条形，好，让它均匀。好，那我们来做切割的动作。我们一样取一个啊，然后把它划2刀来看它的膨胀。好，这样切2刀，好，2刀细细的。那我们等一下看它的膨胀，就会以这个来判别，它会变成这样子，好，会分开。好，那我们今天的室温差不多31度。那应该是发酵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2次发酵发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在锅子里面，盖上锅盖，等它做2次发酵。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Hello， 我们的馒头2次发酵已经完成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一颗啊，可以看到这一颗。我们刚才有切2刀啊，它本来是粘在一起的，现在已经胀开了。那其他的也膨胀差不多 1.3 倍左右了。那我们现在冷水入锅，开大火下去蒸，等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15分钟一到，我们关火，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Hello， 我们的全麦馒头已经蒸好了啊，已经蒸好了。那坦白这样讲，它的发酵没有那么感觉没有那么大啊，感觉没那么大，因为第一次操作也不知道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那当然，第一个我们的水分，我刚才在影片中有讲说，我们可以再增加个10cc 到280cc。好，我们操作的时候是260，那中间有再加了10cc， 但是还是偏干了一点点。那我们建议各位如果在操作的时候可以再加10cc， 让它到280cc。好，那当然全麦馒头或全麦面包，它本身的口感就比较扎实，比较硬。好，所以它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它的蓬松没有那么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有做记号的，好，就是来看那个2次发酵，我们在中间划2刀，那现在膨胀成这样子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捏一下，好，它还是会回弹回来，慢慢回弹回来。那我们把它拨开，好，给各位看一下，好。一样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啊。那它至于它的口感怎么样呢？那我们就来试吃一下看看。真的，你在慢慢咀嚼的时候啊，你可以咀嚼到这个麦粉的香味啊，麦粉的香啊。这个如果来做山东馒头，应该也蛮不错的。只是它的这个要多操作几次来慢慢熟悉全麦面粉的特性，才有办法去做山东馒头。前几集我们做芒果馒头的时候，有好朋友说他有添加10%的全麦面粉下去操作，来增加它的口感的层次。那当然有另外的好朋友，他听我在上一集就是芒果馒头蔓越莓口味的时候，他也有操作。因为他可能手边没有蔓越莓。他就把它改成芒果馒头，然后桂圆口味，然后中间还是有增加这个全麦面粉，也是10%啊。他说口感还真的不错，那我们再找机会来操作。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全麦馒头，那你当然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看看。那有什么任何问题，那你在底下留言给我，那我们试着一起来研究解决。那当然，最后还是欢迎你帮我按订阅、分享，再按赞咯。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